同学好，欢迎收看感性工学实际应用操作下。在第4章节要接续上一章所教的，前半段会以主成分分析类神经网路以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路的比较为主，以及最后选择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路来做模型的原因。主要使用感性工学第3类型混合式，此系统既有前向推论式感性工学与逆向推论式感性工学的特征，并与线性和非线性的工具做结合，建立一个感性预测系统模型，将整套系统完成并重新测试，并验证出此模型更简单且能更快速地来配置参数，提高了预测性能，可以有效地提高设计期间的效率。图中显示，主成分分析和偏最小平方回归在训练和验证过程中的性能存在着显著差异。这是因为主成分分析和偏最小平方回归都是线性模型构建工具，而消费者和跑鞋造型因子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这导致在训练期间获得到的良好结果，却在验证期间遇到明显差异。而类神经网路模型具有分层或阶层式结构，因此它适用于建构非线性关系模型。在本研究中，他们使用尝试错误交叉组合法，构建具有单个隐藏层的神经网路。隐藏层中的神经元变换函数是 S 函数，输出层中的神经元使用线性函数，这建立了一个隐藏层和一个输出层的双层结构，在神经元的数量和数量范围内测试所有可能的组合，以达到最低预测的均方跟误差值作为判断标准。最终构建了隐藏层中具有30个神经元以及输出层中具有8个神经元的类神经网路结构。使用主成分分析和偏最小平方回归进行比较，结果如图所示。在比较中，拥有30个神经元和8个输出元的类神经网路的预测性能在所有组合中是最好的。使用尝试错误法测试和选择主要组件的数量。数据首先分为2部分：训练组和验证组。训练组只要用于建立模型，而验证组用于验证模型的准确性。交叉验证用于确定合适数量的主成分分析的主要组件，并用作类神经网路输入层的数目。通过计算预测的均方跟误差，将预测值与实际值进行比较。对于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路，最佳的神经网路架构基于单个隐藏层结构，其输入数量等于实现最小预测误差所需要的偏最小平方回归分数。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路和主成分分析类神经网路模型的建构如图所示。为了简单的比较2个复合模型之间的差异，类神经网路模型结构输出层的数量固定为8，输入层的数量固定为10。平均而言，主成分分析类神经网路的训练结果优于相同结构类神经网路的训练结果。训练结果性能和验证结果之间的差异也较小。
使用主成分分析去除设计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以有效地降低训练期间类神经网络的难度。该方法还获得了优异的验证结果，但是在这种方法中不考虑因果关系或相关性。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络是使用偏最小平方得分子作为神经网络数据输入源。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络模型将因果关系或相关性结合到模型中。表中显示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络在训练和验证中获得比主成分分析类神经网络更低的错误率，这意味着训练和验证的误差值更小。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络方法的改进性能被认为是由于回归曲率的降低和低分析物范围的负预测值被消除所致，因此模型结构的准确性大于主成分分析类神经网络的精度。此外，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通常的偏最小平方回归模型准确的情况下，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络也表现良好。相反，如果偏最小平方回归模型较差，则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络模型也无法产生改进的回归效果。下面图表显示了3个优化后类神经网络比较结果，这3个是类神经网络、主成分分析类神经网络和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络。因此，偏最小平方类神经网络在通过偏最小平方提取数据的因果关系后，使用类神经网络建立非线性关系，这可以建构有效模型，结果如图所示。在这项研究中，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络获得了笨拙与敏捷形容词语汇最佳预测性能。这可能是因为笨拙与敏捷很容易与消费者的速度相关联，所以对这一组形容词语汇产生的敏感性，更容易的让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络模型建构出具有较高的准确率。正常与休闲形容词语汇的准确率最低，这表示消费者并不关心跑鞋是否出现或者必须显得正常。为了评估本研究中提出之系统的有效性，他们采用尝试错误法，确定可以最大化形容词目标值的设计组合。表格展示了8个形容词的最佳设计。他们进一步对30名男性和30名女性消费者的4组形容词语汇进行了相同的评估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实际问卷的平均值和系统的预测值非常相似。结果显示在图表中。因此，使用偏最小平方类神经网络方法建构的预测系统保持了线性数据处理的稳定性，以及非线性数据的预测能力。这让运动鞋设计师在创建新鞋模型外观的概念设计时，有特定产品图像提供最佳的组合参考。只要设计师提供形容词的目标值，系统就可以立即在使用者界面呈现最佳的组合图。结论：通过感性工学并结合线性和非线性的工具，建构了跑鞋外观和跑鞋感性预测系统。
通过样品采集、形态分析实验方法，制作了跑鞋样品，使用关于语义差异的问卷来获得与跑鞋有关的感性数据。主成分分析和偏最小平方回归分别用以减少数据为数。研究表明，主成分分析和偏最小平方回归都可以减少原有的数据，包括各种维度和复杂度的相关性。但是，偏最小平方回归在数据为数降低和预测能力方面都优于主成分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偏最小平方回归能够同时考虑 x 和 y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该研究为感性问卷数据建构了各种类神经网络模型，并分析了所讨论模型的预测性能。结果表明，类神经网络、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络和主成分分析类神经网络三种模型都能够获得基本的模型效果。这三组预测模型都具有感性形容词组、笨拙与敏捷的最佳或最优化的预测性能。这可能代表消费者对笨拙与敏捷的鞋子类型及其对跑步速度的影响更敏感。由于跑鞋外观的构件设计因素与消费者的情绪反应相关，而主成分分析在不考虑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性的情况下，减少数据为数的能力有限。在类神经网络模型建构中，主成分分析显示验证结果不佳。如果偏最小平方回归用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它能有效地增强了类神经网络的预测能力。模型构建的结果表明，偏最小平方回归类神经网络在训练和验证方面的表现优于主成分分析类神经网络。所以，结合偏最小平方回归、定量特征以及类神经网络非线性能力的优点，建立了一种预测系统模型。该模型更简单、更快速地配置参数，并且还提高了预测性能，能有效地提高设计期间的效率。最后章节，我们把所学的再做一次总结。从一开始的历史背景说起，消费者能有自己审美的选择，所以设计师、制造商必须改变生产策略，透过感性工学的技术，把消费者抽象的感受转换成具体的数据，再从细节设计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透过第二章的介绍，可以帮助各位稍微了解操作的流程、分类法、专家系统等。第三章、第四章引用跑鞋外观造型设计辅助系统的实际案例来从中学习。此辅助系统是根据偏最小平方回归和类神经网络理论开发而得。首先收集大量特征资料，汇整成问卷等形式，让受测者填写，将这些得到的描述以意向分析资料，再分析以计算出主观评估分数和设计元素之间的关系，做出一套系统，让将来的设计师们可以有效率的、更好的了解消费者感知，为此设计出更符合需求的产品。由于研究者、设计师等人的构思和研发，我们可以更快地统计这些不确定的感受。这也让设计师们体验到感性工学的可能性。虽然无法100%地摸透人们的想法，但是这已经能让设计师所设计的产品
与消费者之间的感觉更接近了，更能抓住目标客群的心理需求，而这就是感性工学的价值所在。未来甚至是人工智慧，都能以感性工学收集到的数据作为机器人、载具等基础，进而产生人工情感等的发展。最后，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